人们常说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。现在的人体内多少都有一些湿气，如果湿气过重，会使人出现肥胖、长痘、精神不佳等情况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排出湿气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两脚稍微的分开一点，然后抬起左脚，用左脚的脚背踢右腿的小腿肚，力度可以稍微大一些，这样左右交替进行，每次5分钟，可以早晚都踢一次。因为我们小腿肚这里有承山穴，承山穴属足太阳膀胱经，这样踢小腿能够舒筋活络、健脾祛湿、理气止痛，对去除体内湿气有很大帮助。另外，想要排出体内湿气，还可以多泡脚。每天睡前用艾叶泡脚，也能够去除体内多余湿气。或者呢，喝点冬瓜荷叶茶，有利尿消肿、祛湿减肥的功效，对排湿气也有帮助。晚睡晚起与早睡早起有什么不同？哪种人更长寿呢？现在呀，就来说清楚。先来说早睡早起。早睡早起对身体的休整非常的有好处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的排毒时间，凌晨1点到3点是胆的排毒时间，而凌晨3点到5点是肺的排毒时间。如果每天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，作息有规律，那早睡早起可以调节好人的精神状态，对身体新陈代谢和排毒也有帮助，这样也有利于长寿。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。晚睡晚起呢，很容易引起排毒的紊乱，影响人的生物钟，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对身体健康呢是不利的。但如果能调整好睡眠环境，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，那么应该也就没有什么问题。总的来说不管是早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，都要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，并且呢要保证规律的睡眠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那最后提醒大家，晚睡晚起呢并不是什么好的习惯，建议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人最好呢不要有这样的习惯。玉米是好吃又有营养的一种粗粮，如果吃早餐的时候适当的吃一些玉米，身体呢会收获一些好处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好处吧。第一，能缓解衰老。玉米属于粗粮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E 和玉米黄素，可以促进细胞分裂和对抗眼睛老化，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第二，能预防便秘。玉米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经常吃能够增强肠胃蠕动，促进大便的排泄，有利于预防便秘。第三，能保护眼睛。玉米里含有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经常吃有很好的保护眼睛的作用。虽然吃玉米有好处，但有2类人不适合吃，那就是缺钙、铁的人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。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要注意，相信大家都熟悉，不仅吃起来很香，营养呢也很丰富。经常吃黑米对身体呢还有好多的好处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长期吃黑米对减肥有帮助，因为黑米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，经常吃可以改善便秘，而且还有很强的饱腹感，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吃。长期吃黑米对肾脏健康有益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呢黑米对肾脏健康也有很大帮助。经常吃黑米能够起到养肾补肾的效果。长期吃黑米能够保护心血管，黑米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提高好胆固醇的含量，所以呢对保护心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虽然吃黑米好处多，但一类人最好一口都不要碰，那就是消化不良的人。如果吃多了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引起肠。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长期久坐颈椎腰椎痛，睡前抬手扭扭腰，颈椎腰背更轻松。第一个动作，抬手。大家如果坐的时间长了，感觉腰背颈椎不舒服，可以站起来，双手合十向上伸展。伸展的时候注意抬头挺胸收腹，这样用力的拉伸30下，对缓解颈椎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个动作，扭扭腰。方法也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并拢在一起，双手在身体两侧伸开，然后扭动腰部。扭动的时候，下半身要保持不动，这样左右扭动50下。这个动作对缓解腰部不适也有很好的效果。
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睡前练10分钟，胜过出去跑步1小时，对缓解颈椎痛、腰椎痛效果很好。尤其是长期坐办公室和玩手机之后，就可以做一做。睡觉前玩一会儿手机，刷刷微博，看看小说，玩会儿游戏，看看电视剧，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。如果长时间这样，用不了多久，3个麻烦可能会找上你哦。第一，影响睡眠质量。很多人睡前玩手机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。如果长时间这样，不仅会影响到睡眠质量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伤害眼睛。睡觉前玩手机是很伤害眼睛的，容易导致视力急速下降，或者引发其他的眼部疾病，尤其是躺着关灯玩手机的。第三，伤害颈椎。有的人睡觉前玩手机，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如果用了不适合的枕头，或者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很容易给颈椎、脊柱造成伤害。尿酸高通常是因为吃了含嘌呤高的食物所引起的，如果不注意控制，那么就会引发痛风，对肾脏健康也不利。不过尿酸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水果，对排尿酸有帮助。这种水果就是柠檬。对于很多爱美的人都喜欢喝柠檬水。柠檬虽然有些酸，但却有很多好处，而尿酸高的人也非常适合吃柠檬。首先，柠檬含有的嘌呤非常低，大家不用担心尿酸浓度变高。除此之外，柠檬虽然酸，但是柠檬属于碱性食物，在进入人体后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和尿酸的作用，帮助促进尿酸排泄。而且柠檬还能够帮助预防尿酸形成结石，对肾脏健康也有一定帮助。所以尿酸高的朋友平时可以适量的喝些柠檬水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肉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营养丰富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猪身上有2块肉最好别买，可能含有大量的细菌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猪肺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肺部是用来呼吸的，而猪肺也是。肺部有过滤的作用，会把呼吸时的脏东西都堆积在肺里。如果猪的生长环境不好，那么猪肺中就可能含有很多的细菌、病毒。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。猪大肠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猪大肠。那猪大肠虽然好吃，但是建议大家最好别吃，因为猪吃的东西比较复杂，如果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猪大肠中就可能产生病菌，即使是反复的清洗也很难洗干净，所以大家最好也不要吃了。到猪油渣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猪油渣就是熬猪油后剩下的油渣，用它炒菜可是很香的。但是很多人认为猪油渣不健康，那吃猪油渣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？现在就来告诉你答案。猪油要是和一般的植物油相比呢，那香气是不可代替的，而且猪油中含有多种脂肪，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很高的营养，也能够给身体提供热量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猪油渣是经过油炸的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可能会使身体发胖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。那总的来说不管吃什么都要适量，不宜吃多，猪油渣也不例外。所以适当的吃一些猪油渣，对身体是没有太大影响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经是健康的晴雨表，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月经看出子宫的健康状况的。如果月经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子宫保养的还不错。表现1，痛经。很多女性来月经时会有小腹疼痛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痛经，这主要是宫寒引起的。若你没有这种情况，子宫还算健康。表现2，月经颜色异常。那正常的月经应该是红色的，但如果有发黑的情况，就可能是子宫气血不畅引起的，这也是子宫出问题的表现。表现3，月经量少。如果来月经时发现月经量越来越少，甚至有停经的情况，那么要小心卵巢早衰，也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生活中很多朋友都深受口臭的困扰，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小植物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口臭。1，薄荷叶泡水喝。薄荷具有很香的香气，而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
薄荷中含有薄荷油、迷迭香等营养物质，经常用薄荷叶泡水喝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炎杀菌、促进消化的作用。由于薄荷气味清凉独特，所以也有芳香去异味的效果，对缓解口臭有帮助。2. 丁香泡水喝，用丁香泡水喝也有很好的缓解口臭的作用，因为丁香中含有丰富的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有很好的杀菌养胃的作用。坚持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新口气，让你不再受口臭困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